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的曾启峰。今天我主要给大家介绍气动系统的概述以及它的设计方法。接下来分为4个部分，首先是气动系统的概述，包含了气动系统的原理以及它有哪些元件组成。再来是如何设计一个气动系统，我们这里有4步骤的设计流程。第3个是如何去选择适当的气动元件，我们必须根据参数以及我们实际的需求来挑选适合的气动元件。最后，我给大家介绍在上海交通大学 Change Up 赛季上小机器的一个气动系统的应用。首先我们要了解气动系统，它主要工作的物质是压缩的气体。再来的话，我们要知道气动系统它其实就是气压传动系统的简称，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传动系统。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的构件与提供能量的元件通常并不是直接相连，而且储存能量的方式也通常不是以一种机械能的方式储存起来，也就是说中间必须要有一个转换能量并且将能量传递过去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常见的齿轮传动或者是链轮传动，它就是一种传动的方式，它将我们电机的能量传递到我们实际上的工作的构件上。那气压传动的话，它也是一样的道理，它提供能量的地方可能是一个储气瓶或者是一个压缩机，总之它是把气体压缩之后储存在一个地方，然后并且通过气管啊或者是一些辅助元件将我们的高压气体传送到我们实际工作的那个构件上，然后再转换成机械能，使它能够做一个往复的运动或者是其他种类型的运动。并且这里的话，我们的气压传动系统跟其他的传动系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通常我们气动系统的执行元件是气缸，也就是说它可以很容易的实现往复运动，而齿轮、链轮或者是同步带轮的话，它实现的是一种转动的运动。这里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这是一个公交车的门，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气缸，那它这里的话把提供能量的，也就是说储气瓶或者是压缩机省去了，也就是说这个气缸它工作的时候，它可以使这个齿条往复运动，而这个齿条跟这个齿轮啮合，可以形成一个转动运动，并且带动这个车门打开并关上。我们了解气动系统的原理之后，再来我们来看气动系统有哪些元件构成。首先是我们的气源，也就是说它负责压缩空气并且把空气储存起来，这些都是属于气源的部分。再来是我们的执行元件，常见的执行元件有气缸。第3个是我们的控制元件，控制元件的话主要分为3类，串向阀、还有调压阀以及调速阀。这3种阀的话，它分别有不同的控制方式。最后是我们的辅助元件，包含了气管接头、气管或者是一些消音堵头啊之类的。第2个部分，我们来看如何设计一个气动系统。设计气动系统主要分为4个部分。首先，我们要明确我们的设计目标，以及我们需要达成哪些功能。第2步的话，根据我们的需求来计算说我们需要多少的力，或者是多少的尺寸大小的限制。这里的话，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粗略的计算。第3步的话，根据第2步的计算结果的这些参数，我们来挑选适当的气动元件。最后第4步，根据第3步挑选的气动元件，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设计，包含我们的气动系统如何安装，以及我们的气缸、气管、控制元件以及储气瓶它们的连接方式。了解我们的设计过程之后，我来给大家讲解如何挑选适当的气动元件。首先我们来了解
气缸它的一些参数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里有两个气缸最主要的参数，一个是缸径，一个是行程。这里有一个气缸，所谓的行程就是气缸前面的这根杆，它来回运动可以移动的距离，这就是我们的行程。也就是说，它伸到最长如果是到这里，到最短是到这里，那中间的这段距离就是我们的行程。第二个参数是我们的缸径，也就是说，这个气缸里面它的那个内径，这个缸径它会跟这个气缸它能提供的力有一个很大的关联。也就是说，如果是在相同的气压下的话，缸径越大的气缸它可以提供更大的力。再来的话，还有3个参数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第一个是气缸的工作方式，它分为单作用还有双作用，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划分。第二个的话是它的工作的气压，通常的话在 VEX 比赛里面，气动系统不能超过100 psi， 也就是说我们最好的话挑选刚好是在这个气压100 psi 的条件下可以工作的元件，那是最好。第三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些安装的方式，这个的话会影响这个气缸的它的外观以及它的安装的方法。这张图的话，它第一个是单作用的气缸，第二个它也是单作用的气缸，但是它是单作用弹簧压入或者是弹簧压出型。第三张图的话就是一个双作用的气缸，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直观的理解，双作用的气缸就是它两边都有杆可以做一个来回的运动。这里我给大家讲解一个挑选气缸的一个范例，这是一个 CJ2 系列气缸的它的手册，产品手册。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面这里的话是它的型号，再来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型号的说明。主要的话我们看1、2、3这3个型号它代表的含义。这个1的话是指说它的这个连接方式，那它分为基本型啊、双耳型啊，还有这些很多的类型。这些的话就要根据我们实际安装的需求来挑选。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缸径，像这个 CJ2 气缸它就分为直径6毫米、直径10毫米跟直径16毫米的缸径。那这个缸径如果越大的话，就可以代表说我们可以提供更大的力。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行程，这个行程的话它的单位也是毫米，那行程的话也是要根据我们设计的需求来进行挑选。通常行程越长的气缸，它的那个总长也会越长。再来我们看挑选电池换向法需要注意的一些参数，首先是位数跟通数，就是通常我们挑选电池阀的时候，它会标明说它是几位几通的电池阀。那像是我下面这个给大家的这张图，它就是一个2位3通的电池阀。所谓的2位就是它有2种的状态，一种是左边这个状态，一种是右边这个状态。那所谓的3通就是说它外面有3个接口，就是你可以接三条气管这样接出来。然后像这张图它就会告诉你，当我们处在这一位的时候，它是2、3连通，然后1跟其他不同，然后处在这一位的时候，它是一二管会连通。这就是一个电池换向法，它的几位几通以及它这个符号代表的含义。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电压，通常如果我们用 V5 的主控来控制我们的电池换向法的话，我们这个电压选在5伏到6伏之间差不多。第三个元件我们来说管接头它的参数以及管接头如何挑选。这里主要有3个参数，首先是它的一个接气管那一端的外径，就是我们要根据气管的外径来挑选这个参数。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螺纹那一端它的参数，就是它是属于哪一种型号的螺纹。比较常用的就是 M3、M5 或者是英制的01的螺纹。第三个的话是它的外形，
也就是说，它像是我们上面这张图，它是 SMC KQ2 系列的管接头，就会看到它有各种形状的这种管接头。那这些形状的话，就是根据我们的实际需求来挑选。这是 SMC KQ2 系列管接头的一个产品手册。这里我们主要看前面这3个参数。首先，这个 KQ2 就是表示它是这个系列嘛，然后这个 H 的话就是它的形状，比如说KQ2H 的话，它就是一个直的一个管接头，一边是螺纹，一边是接气管。然后还有这个 KQ2L 的话，就是它是一个 L 型的，然后这边是它是一个 L 型的，然后这边是螺纹，然后这边是接气管这样子。然后这2个参数的话，就是分别代表说我们的接气管的这个外径，还有我们的这个螺纹，它是哪一种规格。再来这个，它也是属于换向阀的一种，只是我会叫它手阀，因为它上面有个开关，可以用就是我们手来拧这个开关来控制。然后这种阀的话，就是当我们开关拧成这样的时候，像图片中这样的时候，它是两边是不通的。然后当你把它拧成直的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它这个两边可以通。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气管的一些参数。在我们这里常用的气管，它是 PU 管，也就是所谓的聚氨酯这种材料做成的这种气管。它的外径是4，内径是2.5毫米。那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的弯曲的半径非常小，就是这里有写，它的弯曲半径比较小。那它就非常适合用于说就是小型的这种机器，像我们机器就是比较小型的，因为它的空间比较狭小，然后你气管可能需要弯来弯去。那这种时候，如果你用那种硬的气管，可能就不太适合。出气瓶的话，型号比较固定，那比较常用的就是比如说有这个 Vex 官方的气瓶，它的体积的话是150毫升，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定制的气瓶，它的容量会大一些。最后就是我们的气泵，就是电动的打气泵。那它的好处就是比我们那种脚踩的那种打气泵还要快，而且还要方便很多。它的话，你只需要轻轻按一下这个按钮，它就可以自动帮你充气，并且达到100 psi，也就是说达到一个你设定的气压值之后，它就会自己停下来。第4部分，我给大家介绍气动系统应用的一个实例。这里我举的例子是上海交通大学 ChangeUp 小机器第2版，它的前面的这个吸球的夹子。首先，根据我们前面说的4步骤，我们必须要先明确我们的设计的需求以及我们需要达成的功能。那这一年我们讨论出来的结果是我们希望前面的这个吸球，它的这个前面的刺球口它可以打开或者是关闭。这个用途是为了让我们在打开的时候可以在场上吸球的时候容错率更高。然后并且它关起来夹紧的话，可以在塔里取球的时候提供比较大的一个那个吸球的那个力。然后这是一张已经到最后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草图。那一开始的话，它只有一些粗略的参数。那根据这个粗略的参数之后，我们去挑选那个我们需要的气缸是属于什么型号的。这里我标出了2个尺寸，一个是100，一个是110。这2个尺寸就是在第3步挑选完我们的气动元件之后所得到的2个参数，就是气缸的一个连接的这个总长，然后100是它形成最短的时候，110的话是它形成最长的时候，升到最长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气缸它是一个形成时的气缸。然后根据这个我们气动元件的这个参数，再去把整个我们设计的草图做一个完善。这是我们最后设计出来模型的样子。它这里有个气缸，
然后透过这个气缸的运动，往复运动可以使前面这根杆在这里做一个夹紧并打开的一个运动。关于整个气动系统它的连接方式，在这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出来，首先是一个除气瓶，然后通常我们在除气瓶打气的这一个端口这里，我们会接一个前面提到的手阀，也就是说要打气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手阀的开关拧开，然后把气体用那个电动气棒打进这个气瓶里面，然后充气完成之后，我们把手阀关上，把我们的电动打气棒卸掉，那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打气的过程。再来的话，高压气就会通过这个气管，分别传送到这两个电磁换向阀，而这两个电磁换向阀会有一条线，就是这种3条的这种线跟主控连接，并且透过主控来控制说这个换向阀它现在是开还是关，是属于哪一位，就是是否让这两个管通气。那如果这条管跟这条管通气的话，也就是说高压的气体会从这里传递到气缸里，那就会使这个杆推出。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气动系统的连接。最后我们来看我们机器上气动系统的整体。这里是我们的执行元件气缸，这里是我们的控制元件电磁换向阀，这里的话是我们的气源，也就是我们的除气瓶，并且再透过我们的辅助元件，就是气管呀、管接头呀这些，将它们连接起来之后，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气动系统。以上就是气动系统所有的内容，谢谢大家。